天赐千万贵宝滋养音乐新生，欢迎来到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我们先热情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欢迎黄丽玲、安利。周兴哲，大家好。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李玖哲，快点！让我们欢迎米卡。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卡。天赐的声音第6季第2赛段，6组音乐合伙人已经组队完成。首先进入先声夺人环节。本期关键词：台词创意挑战。本期短视频需要融入相关的台词，可以是对知名影视或文学作品的经典还原，可以是网感二创，也可以是情景演绎。我们先来看第1组音乐合伙人。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我一直在等你。从我知道你会出现的那一刻起。这个台词好像是来自《怦然心动》的一个电影，哦，很经典的一个爱情电影。对，然后就是想讲出在爱恋里面，其实你不敢，直接跟对方说，杉菜真的好紧张。对不起。赵信宇用话，有用话，有用的话。道明寺，你这个大笨蛋！哎，很有创意。忘词儿了是吗？对，因为我们这首歌叫《忘了》嘛，我们就从忘词这个角度去拍摄了这一段，就是《流星花园》里面那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桥段，然后稍微做了一点小的改编。导演是他，还不错，谢谢。剪辑也是我这。Cool。因为歌是比较情歌的路线嘛，对，想说就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去展望了这件事情。没有，我跟你说，阿令的演唱会上，这就是他的人设。原来是找到了舒适区哈。对。干啥去？上班啊？不上班行不行？我不上班，你养我呀？这话说的，那走。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已听不见。这段其实为什么要加进去呢？刚刚结束就很好。对呀。不后悔曾经爱过，够了。哭过痛过都值得。如果难过也不要忘了我，忘了我吧。耶。好。哎，东北爱情故事。东北喜剧之王。我就当时只是给了我的就是一个，说哎，远哥我们要改编台词，就改了。前面就开始演上了小品。对。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看日落潮涨，听晚风叫。日落潮涨，他这是。树叶会繁哎呦，还有分镜呢。我第一次听到歌词具象化。对啊，呀，是的，给我们解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远哥说的这样。我俩没有台词，但鱼有台词。哦，对，鱼在说话，他们才是主角。去就是一场大雨，即使感冒了，还盼望再淋一次。九哲，你可长点心吧，歌手是不能感冒的。好可笑。
大制作，居然有抠图。这个很贵，这个有 CG 的，对，所以等一下一定要投票给我们，好吗？是。对，因为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做。你跟他说，跟那个。哎，不好意思，我们花了好几个月，没问题，好几个月。就阿力信。我们一定会让这个舞台在最重要的时候出现。最重要的时候就是最该出现的时候，最该出现的时候，最好的 timing， 最好的时光，最好的时光。对，不，是最后对吧？不，没有，最好没有，不可能，最好不可能。好，交给你哦，交给我们，我相信你，相信我。你不是说他9点要睡觉吗，皇子？他睡一觉起来再唱呗。啊，不是，我开玩笑，没有。我是王源，我很快乐。我是王鹤野，我也很快乐。你们快乐吗？哦，上外援了啊！这是啊，对，上外援了啊！对，我觉得这个也是给歌迷朋友们回馈一下啊，这里是有爱的啊。对，而且我们这个台词吧，虽然说当时拍的时候没怎么扣题，但是我们台词叫我很快乐，我感觉哪儿都能套进去，哪个电影都有啊，确实，对吧？合理，没毛病。所以说咱们也没跑题，挺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点赞投票的时刻了，因为我觉得他们的短视频特别好笑，特别好看又好听。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小鱼很妙，看起来非常的别致不一样，所以我想投给他。每种声音都是天赐先生，鲜活情绪与您共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一期歌迷朋友写给皇子的内心留言。他对皇子说：“皇子，看你在舞台上带着对音乐纯粹而炽热的爱，不断的突破自我，把对音乐的热忱化作一个个动人的音符，奏响触动灵魂的旋律。特别期待在天赐里和你一起奏响音乐狂想曲。”啊，谢谢，就是希望他可以继续在生活中收获许多自己喜欢的作品，也被一直陪伴着。对，好，开心快乐的祝福，谢谢。好嘞，我们来看看双王组合，王源、王鹤野，我很快乐。来，3，实在太多了，可能一个没。2、1，哎呀，专辑封面。卡了，换票了，谁给我换了票？谁给我把票换了？完了！张靓颖、姚小棠，这条小鱼在乎，至少4票，不能有5票吧？这个，然后发现有6票。3、2、1，五赞！哇！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跟皇子说的一模一样。不是。看看李玖哲、Mika 夏天会有几赞？最少有4个。哥，你就说4个就没了。哦，是这样子吗？对。好啊，最少有2个吧。两个。 3、2、1，谢谢大家。赢了。哎，可以。比0好。是。我们来看张碧晨、周兴哲孤单心事会有几赞呢？3、2、1，一赞。不要这类票。张远、陈斌，感谢你曾来过。我们东北爱情故事。3、2、1。哦。最后我们来看看忘了4赞。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首先有请点赞量排名第1位的张靓颖、姚小棠。就是特别感谢远哥带我拿金曲，谢谢。请选择一个我们东阳光鲜虫草礼盒，交到你们想要与其竞演的音乐合伙人手里。我们选我很快乐，也就是圆儿跟野子。哎呀，没想到啊！哎呦，太意外了。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6季，欢迎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焕，向每一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明天呢是高考的第1天，新华社呢联合浙江卫视《天赐的声音》，一起为高考学子加油，送上一首特别的歌，愿他们落笔生花，愿他们圆梦惊夏，通过自己的努力，
种下的梦想种子都能够开出灿烂的花朵。让我们掌声有请青春加油官黄子弘凡、张远，新华社记者陆冰琪为我们带来2025青春加油曲《我会等》。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它该要去哪，我想落叶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地狱里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我想学一种续写未来的魔法，把所有未来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我想雨也不知道何时能停下，再坚强的人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擦。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第一缕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我会等冬的雪融化，蒲扇里的夏，守着深夜里的星星，眨眼不说话。我会等故事里的你再给我讲笑话，相信美梦和你总有一天会先到达，总有一天会先到达。全场掌声响起，送给我们的青春加油官黄子弘凡、张远。特别欢迎我们中间这位是来自新华社的记者陆冰琪，欢迎您。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陆冰琪小陆。谢谢三位哈，今天因为是一个特别的舞台，因为明天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大家都是经历过这样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日子，所以我想问你们自己的高考时期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那一刻？高考给我当时的印象就是特别炎热的夏天，然后父母都会在学校的外面等，然后那个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是我觉得过程也非常重要，虽然我们都去追求那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要给每一个努力的自己加油。我最喜欢也是高中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充满一切对未知的希望，一切梦想都可以实现。然后我就复读了嘛。
对，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就是忌讳这件事情。对，我曾经确实第一次高考就是不是很顺利，然后也自以为是了很多事情。那复读的那一年呢，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然后也痛定思痛，想了想自己的心态问题。然后前几天我们的那个高中群还在把之前的那个毕业照4K 重新整理了一下，甚至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我们就特别感慨。是的，因为每个人通向山顶的这条道啊不一样，对，有的人是直达，有的人崎岖，没错。所以无论怎样，只要发挥好自己，你尽力就可以了。对，你只要努力，命运的大门一定会为你敞开。是的，那个分数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加油！我高考印象最深的就是从考场出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收到我爸爸给我送的花。哎呦，他给我第一次。对，就因为他觉得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过去了，然后抱了一大捧的向日葵，我很期待收到什么玫瑰、百合，然后他送了一捧向日葵，但是我也觉得很开心，对，代表着希望、能量。对。所以那年的高考分数你满意吗？我是一本线上50分。哎呦，所有的学子要沾沾喜气了哈。小唐，刚才那首歌让你想起了什么？想到了这些年追的梦。虽然不容易，但是很坚定地走到了现在。我觉得天赐先生公益行动真的很有意义，让每一个微小的声音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接下来呢，也要给各位一起补劲儿了，来试试我们的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小小的一颗，全是精华，100%的冬虫夏草萃取，营养满满。转眼呢，又是我们的毕业季了，祝我们莘莘学子都能够梦想顺利，开出花。希望大家平稳发挥，保持心态，未来是你们的，加油！我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学子们，这个加油努力啊，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去勇敢的去发挥，然后去自信的去答题，可以成为你们想成为的那个大人。你们本来就很棒。那我就是用《有生之年》里面的一句词吧，对，愿你前程似锦。不凡此生，加油！谢谢，再次谢谢3位用歌声化作祝福，送给每一位学子，希望你们明天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最好是超常发挥。加油！谢谢3位。好了，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第一组音乐合伙人，有请张靓颖、姚小棠，加油！加油！这次唱的歌曲是《这条小鱼在乎》。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这首歌我觉得它描述的是一个自洽的状态。当我们开始有迷茫，有短暂的，也许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放慢速度，深呼吸，然后去找到更好的自己。这是我最早我在酒吧唱歌的时候，我有一天有个朋友突然就跟我讲说，哎，小张，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唱歌有音准问题？不可能啊！然后突然有一次录音的时候，录完我觉得哇，我真的有问题。而且我是那种，我刚出道之后不久唱的歌，我知道有一部分大家给我的意见，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怎么样，但我就很坚定自己的，我有点过分坚定，甚至有点偏执。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我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大，是因为我学会跟外面的世界沟通了。我以前的世界单调到可怕。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条小鱼。当我看到了更大的海洋，我越来越觉得外界的不可知、未知对我来说更大的不是恐惧，而是吸引力。我交到了更多其他的小鱼，然后就越来越开心。我毕业快4年了，然后从一个学生气的那种样子，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变化特别的大。可能以前我会更多的考虑别人的感受，忽略自己心里的感受，然后现在可能我觉得做自己才是最好看的时候。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要接受你自己，这样的话别人才会去相信你，去接受你。我觉得大部分不好的情绪其实都是在内耗。这首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这些不好的东西其实都是暂时的，学会跟自己不好的情绪相处也是一种成长。
你是左手拿麦，右手拿麦？左手。哎，正好。当当当，然后转一圈，然后去那边，间奏那里。我说我俩就游出去，我俩朝不同的海域去探索。当我们去探索完不同的世界之后，我们才能够，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收获。最后我俩拥抱的是正在听这首歌的人，告诉他你也有属于自己的模样。今天的天空依旧蓝蓝的，和昨天一样完整的副歌，房间和心情依旧乱乱的，想整理却又动弹不得，这样的感觉已经好久了，都显得一切太过平常了，好希望有人能够陪陪我，如果可以再爱一爱我，像大海里的小鱼就这样不停地游，被困在海里找不到出口，只在做梦的时候才拥有一叶扁舟，能带我去安口。可是宝贝啊，人生又何止这样，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看日落潮涨，听晚风将一切吟唱，树叶会泛黄，万物都如常。我懂得你啊，你已经足够坚强，偶尔小紧张，但还好没有投降，将不安释放，尽情去做美梦一场。你从来都有翅膀，小鱼也有自己的海洋。可是我们啊，渺小的依然倔强，不同的脸庞也懂彼此的勉强，规则和形状捆绑不了每次生长，未来虽无常，站在路上，爱你所爱的，去完成你心所想，眼泪与善良不是在为谁沮丧，抬头看天上，将悲伤所有都原谅，不再害怕去远方，小鱼也有自己的海洋。你有属于自己的模样。
你先说说二位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吧。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当你想要求救，但是呢，刚好身边就没有可以求救的对象的时候，所以这一刻就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和解，一个自救。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呢，我觉得小鱼就像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比喻，让我们可以少一点妄自菲薄，更多的肯定自己的存在，多爱自己，多对自己好一点。对。哦，我觉得我之前唱的那种内耗的歌曲唱的太多了，这次终于有一首很自洽的歌曲可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尝试，然后也谢谢甄姐，因为我们那个 demo 就是好多是甄姐自己录的，就觉得甄姐真的是一个很为自己舞台负责的一个歌手。是你们第一次合作吗？对，就感觉他们这个组合已经在好多年的感觉，因为他们的那些合音啊，他们的 vocal 非常的 match， 非常的漂亮。最后我看到你们拥抱的一起唱歌，我就觉得特别有感动。我等一下我跟明哥也要拥抱的唱歌，对吗？可以，可以吗？很好。我觉得听这首歌非常的舒服，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编曲现在的类型是比较 laid back 的 R&B jazz。然后是我喜欢听的慢歌的类型，所以我觉得可以在 live 听你们的这个表演，我特别开心。好羡慕啊！我也想唱这首歌。然后两个人的默契、和谐度真的太好了，你们两个人的声音真的是太好听了，很喜欢这个舞台。谢谢。因为这首歌和声的话，它不太像通常的，要么在主旋的上面或者是下面，它是12在下面，12同度，12在上面，它是一个穿插的形式，就像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哎，你说的对，这就是同度的时候，然后哎，我跟你有不同的看法，那可能就是在一个不同的维度，然后或者说我就着你的话，我还有更多的理解，它就是一个聊天的感觉。我十分喜欢这首歌的编曲，编的实际很有学问，包括还有木管的部分，我特别喜欢。但是我还是最喜欢你们两个人的合音，这个合音不是一般的写法，我听出来了啊。我觉得最后你们两个拥抱，唱那一句和声，我觉得真的就是点了我们节目的一个主题，天赐的声音，太美了，谢谢你俩。谢谢。现在天赐这么卷了吗？在合唱这件事情上，基本上我们在这个里面把几乎所有我们能听到的和声方式都能够感觉到，这个舞台确实是在合唱这件事情上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舞台。看到这个舞台，你们能感觉到所有都是情绪，但是这些情绪其实是需要极强大的基本功去支撑的。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让我感受到的东西，让我叹为观止的东西，是那种我们叫做驾轻就熟的感觉。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很精彩的舞台，极好。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张靓颖，送给姚晓棠，感谢二位的治愈演绎。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斌、张元，加油！因为我跟远哥10几年的朋友，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熟悉彼此。二搭的话，可能就默契度会更高。他保护着我，让我勇敢说出我愿意，从此生命里有了彼此的唯一。去年我们的是可以不是你，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从伤痛中完全走出来。现在这一首《感谢你曾来过》，其实你听这个歌名你就知道，它已经是在往回望的这个状态了。你才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同学，然后谁会不厌其烦的安慰那无知的少年？就是他俩一定都是那种青葱的那个时光。对对对。等到比如我俩这年纪往前再想想，就觉得肯定是过去了。但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我感谢你曾来过。对对对。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或者看的某一部电影，或者你看到了某一本书，会让你突然间回忆，直接拉回到10年前，你跟你的初恋在校园里的那个状态。
这个歌我觉得，如果是我们俩唱的时候，应该是那种已经释怀了一部分的那种情感，但是还有一些温暖在里边，还有一些小调皮，还有童真，曾经我们俩共同的美好的回忆在里面那种感觉。对。我在分析这首歌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是那个成熟的人，但后来慢慢的，后来会发现，当他看到曾经的那个女生，他还是会变成曾经的那个少年。哎呀，这个歌挺好的，唯一的难点就是 rap。你给我演示一段行吗，张老师？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哎呀，好甜呐！她是甜妹呀，我真是。那到我这儿，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就没你这么甜了？就是你是一直是坚定的是说，咱就忘了我吧，忘了我吧。那我就得忘。你就是得忘。好，我懂了。首次体验 rap， 虽然说之前没有经验，但是我觉得因为是合作舞台，你身边还有一个队友，就不会那么的紧张和害怕。就我跟陈明年纪算比较相仿一些，然后也经历了一些自己生活和情感上的波折，所以可能在唱这种歌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体会。你最近过得还好吗？我故事里的那个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自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你才不是一个没人要的女同学，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走进了你的世界，别怪我太耀眼，我愿意用我10年奋斗换一个奢侈的笑脸。你当时特别的可爱，但能不能靠近点？你不说真心话，你让我怎么为你大冒险？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面。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已听不见，回忆的一幕幕不断的在浮现。不后悔曾经爱过，哭过痛过都值得。如果难过也不要忘了我，忘了我。总要学着孤独试着慢慢去长大，遗憾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儿，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了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曾经的照片还留在那个房间，曾经的一切还印在我心里面。感谢你曾经来过，就算你是个过客，我也无法割舍不得。我说的每句话你都已听不见，回忆的一幕幕不断在浮现。不后悔曾经爱过，
没想到这灯光颜色跟我还有点关系呢。皇子呗。谢谢。谢谢。哇，刚才看起来真像一个音乐剧。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他这首歌本来的 rap 部分其实都是男生去完成的，所以很多成长线也都是男生去说。但是这一下就是我们把第二段的 rap 给到了女生，反倒是一种我已经往前走了，我已经长大了，你怎么还不长大呢？就是这种感觉。其实女孩也没有特别走得出来。对。今天我有一个小的设计，但是你们看不见。哦，在哪里？让我们看看，方便吗？哎呦，在这里。裙子配球鞋是吧？对。这个东西是对我们曾经那一段轻松时光的纪念吧，没错，和回忆。对，可能成长就是这样，男人就是装，然后女孩在隐藏。特别是最后的那一段，忘了我。这段很妙，其实他想表达的是不要忘了我，但是我们俩眼神都是忘了我，我们只强调最后那3个字，忘了我，忘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就是因为忘不掉。哎，是的，对不对？我觉得远哥唱的像一首小甜歌，对，很幸福。然后冰姐进来之后就感觉，哎呀，怎么开始揪心了？对，我还跟珍姐说，他们灯光真的很不一样，哎。对，今天是一个三个人的一个合作舞台，也感觉台上还有皇子啊？为什么？最后结束的那个灯光。哦，皇子是吗？对。展开一下我的喜欢呗，我觉得这首歌其实特别惊喜，因为这一次的远哥显得稍微眼镜不戴谁也不爱，然后有点骨气了，装的嘛。对，但我觉得你们的配合还是我觉得特别好。谢谢，谢谢黄子老师。上一期节目我就对远哥的这个声音，包括他唱歌的方式，我就觉得我超级喜欢。就是咱们说 rap， 要不然就是特别快、特别炫技，但远哥还是用了一种像在讲故事的方式，但他又非常在那个节奏律动里面，就有了一种很独特、大家都复制不了又很好听的远哥式的 rap。谢谢。然后包括你们的演绎、你们的演唱，是真的让我们走进了那个故事里边。谢谢。谢谢。因为我没有听过以前的版本，那我会觉得这首歌那么多歌词会怎么处理？谁知道你出来就直接 rap 这件事情很棒，卡在了那一个节奏上，然后踩得非常准。这件事情也是苦练的结果。然后这个故事也说得很好，很有可信度。后面那个地方陈斌有一个很高音的拉上去，是吧？哇，那个太猛了！天哪，就让我听到那个哇，对，陈斌就是这个那么有爆发量的那个歌手，特别厉害，特别厉害。他本来就是那个很会爆发的人，特别棒。谢谢老师。我觉得这个说唱呢有点奇妙，可以说二位在说唱这件事情上毫无经验。对。这种毫无经验呢，就让我听得有点想笑。比如说陈斌，其实你在讲这个故事没有问题，但是你看这里面有几句词，嘿，你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这一段的感情，就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好像你这个人从来不会生气一样，就是你永远在笑着唱。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别继续看着我，你确实应该听你爸。只有看着你的背影，我才能说出心里话。你笑着唱，就感觉到真的是不会放不下，并且在这过程中觉得这个张远就挺惨的，他没有一个正经的在这个爱情中的地位一样，就这些东西还是让我感觉到有点戏剧性的，对。然后就是刚才何老师说他特别喜欢的那个段落，其实我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我们在一个这样的情绪下，然后又用一个特别大的声压把最后这个情绪推上去，因为其实在我看这个编配其实挺无聊的，就是他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就是我们脑海里面能够想到他下一步就应该这么做，然后他就这么做了。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是没有任何惊喜的，我觉得在舞台上还是应该做出一些更有挑战的东西。当然 rap 部分很有挑战，所以我是这么看，提一些小意见。他很敢说。他很敢说，但他这已经说得很温柔了。真的。很温柔，很温柔。有些作品其实也挺适合在改编上呛着来，会有那种就是反差感。但是我倒觉得这首歌倒不必要，因为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顺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张远已经在自己的这条赛道上遥遥领先，就只要是同样类型的作品，我都相信这就是你的歌。
你现在已经有这种能力了，这是非常厉害的。谢谢，谢谢。陈斌也是哈，我们还记得陈斌第一次来天赐这个舞台的时候，还在回顾自己说后不后悔当初当演员的这段经历，他自己说是后悔的。但我今天看来不用后悔，因为今天你把你原来在镜头上学到的表演也用到了这个台上，对，包括上一场到这一场，你的表演都给这个作品非常的加分。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我觉得艾老师说的也对，每一首歌都是我们想象中它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然后去做这样的改编。那这样的编曲，其实我觉得它确实可能不会有特别多的创新。不过我也觉得，就是之所以为什么很难有创新，就是因为以前的编排方式它就是很经典的。对，而且它可能把框架确实已经做得很满了。可能老师听的歌很多，一定会有审美疲劳和一些就是听感的疲倦。但是确实是，我觉得第一步是要把故事讲好。对，所以就是这是我们的理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接下来就要邀请我们建音团5位老师现场合影，给予本轮的待定金曲，有请。音乐购燃，滋补药仙，开盖释放鲜活力。东阳光鲜虫草能量时刻，有请建音团揭晓待定金曲。精英声音鉴赏团一致合一，本轮待定金曲为张靓颖、姚小棠《这条小鱼在乎》。恭喜靓颖，恭喜小棠，也要谢谢张远成斌。你们听这个吉他的声音，稳重有力，像不像爸爸在家里的角色？沉稳可靠。父亲节快到了，你们打算送什么礼物给爸爸呢？那必须就是我们东阳光冻干鲜虫草礼盒啦。他们呢，不只是爸爸，更是有故事的老男孩，也值得被鲜活对待。礼盒实在是太有质感了，精致的包装呢，送出去也特别的有面子。没错哈，面子有了，心意也到了，更重要的是把健康送给父母。我们的冻干鲜虫草采用的是 FD 宇航冻干技术，锁住更多营养成分，也锁住爸爸的好状态。这不仅呢是对于身体的滋养，也是对我们父子关系的滋养。哇，太好了，正好618快到了，我要多买几盒，让祝福提前到家。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欢迎阿令、黄子弘凡，加油！我这次跟阿玲姐的合作，我还挺紧张的。上一次见阿玲姐应该是我第一次来天赐，然后当时是她跟碧晨姐他们俩唱的那首《连名带姓》。每一次来啊，都让我期待是，我又唱到了新歌，然后有见到去年的朋友，所以很开心，好像又是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一样。你还好吗？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我们喝口水吧。喝水。我之前唱过一首歌，我跟Momoko我们俩唱，那歌叫《忘了没有》。现在呢？现在有答案了，时隔多期，忘了。你怎么忘了你先说的爱我？抽屉里放着你送的。就我觉得里面的歌词很特别，是音乐盒。以前会有喜欢的人会送对方这种音乐盒。现在应该不会有人送音乐盒，这个音乐盒确实已经感觉有点陌生。这个社会所有的步骤都越来越快，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音乐，它会带领我们回到以前，好像叫我们缓一点、慢一点，要不然太快速了，你就真的很快就会忘了。你的感情观是比较乐观的吗？还是比较内？其实我总体来说是乐观的，但是我自己又是一个很内耗的人，可能会有一个瞬间会反复去质疑自己，然后包括像身边的一切。像歌词里可能你说的爱是假的，不存在所有的，你这种状态其实还蛮熟悉的。对。
我觉得他很活泼、很搞笑、很乐观，但是就是每一次看他的舞台上面的演出，都还是会觉得他背后应该有很多故事没有分享，就是有一种令人心疼的大弟弟的感觉。因为我本身也是非常活泼的人啊，然后我也是有一点跟你类似，所以人家都说很活泼的人的背后那一面其实是很孤独的。怎么感觉？瞬间忘了，没事，唱完这歌就忘了。5、4、3、2。这首歌的拍子其实蛮复杂的，有的时候是很慢，然后有的时候是会抢拍。这歌唱一半就没了，好短，你不觉得？对。就虽然它的段落不多，但是这首歌的声音的设计，大家会听到一个不太常听到的我的音色。我觉得至少我们去把这首歌通过配合陈述清楚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别致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其实我明白，结局会分开。我还在抱着手机傻傻期待，我也能释怀，爱或者被爱。你留下的衣服还在阳台。可能我没见过你说的那片海，可能你说的爱是假的不存在。我不知道怎么了，我还在期待能和你有未来。你怎么忘了你先说的爱我？抽屉里放着你送的音乐盒，是不是快乐全被你带走了？是习惯孤独一个人的生活。其实我明白，我并不明白，结局会分开。我不想分开，我还在抱着手机傻傻期待。我也能释怀，爱或者被爱，你留下的衣服还在阳台。可能我没见过你说的那片海，可能你说的爱是假的不存在。我不知道怎么了，我还在期待能和你有未来。你怎么忘了你先说的爱我？抽屉里放着你送的音乐盒，是不是快乐全被你带走了？还是习惯孤独一个人的生活？你怎么忘了你先说的爱我？抽屉里放着你送的音乐盒，是不是快乐全被你带走了？还是习惯孤独一个人的生活？二位是第一次合作哈？对，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蛮搞笑的，很会逗人家开心。然后这一次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给我很多的安定感、安全感。其实
我觉得这一次是我唱的最好的一次，因为他一直不断的鼓励我。没有，哪能是鼓励？唱完这首歌，我很快就忘了。这首歌有个魔力，就是唱完一遍我们就忘了这歌咋唱了。对，我们真的会忘，就有些要静的地儿。所以说，就是这一遍是我们配合的最好的一次，对不对？对，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他，而且就是谢谢阿丽。其实他的技巧啊什么，他有的时候会教我，所以我觉得对，没有，交流，吓我一跳，交流对。然后这一次是跟男生合唱，我觉得也有一些不同的火花，因为我平常唱都是唱主 key 嘛，所以都没有在和，然后这一次的和声其实就是要很低很高，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我真的在现场看阿玲唱歌，我太感慨了。给我一个理由忘记你先说的爱我。就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然后还是这么好听的声音，然后还是那个纯的味儿，陈酿的味儿。谢谢。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版本播出之后，肯定会有很多人喜欢，因为真的就是配合的非常的好，而且到后半段的时候，其实真的很难。阿玲那个音区已经很高了，但是也是听感非常舒服，很喜欢这个舞台。谢谢。我喜欢姐姐很多年了，我是铁粉。然后从哪一首歌开始？哎，太早了。但我最喜欢的是有一种悲伤。哎呦，用清唱的方式表达一下你的喜欢，可以吗？好。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圆梦了。偶像在面前很紧张，有点。我紧张，我腿都在抖。从我喜欢姐姐开始，我就觉得她的声音让我有一种大地之母，感觉就有很多的触手和这种支脉，对，就把你现在站的这一块领域全部铺开。哇，我喜欢这个大地之母。对，非常有力量。真的很好听，我很喜欢，谢谢。我就觉得刚刚非常的感受这个表演啊，然后就黄子就唱的也非常好听，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跟他见面，然后跟他的个性有一点不一样，我就看到活泼很可爱，就很帅气的男生，但是今天唱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深情，我就觉得哇，太厉害了，有点像我。年轻的我骗你，没有，你帅很多了。没有，谢谢。阿玲姐姐不用说了，我就是从小时候一直听她的音乐长大的，所以我就觉得今天在那么近距离的阿玲的声音，我就觉得很幸福，谢谢，很开心，谢谢，Thank you。我想说，我跟阿丽姐其实很有缘分。我记得我还没出道的时候，有去看阿丽姐的演唱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Oh my god， 我也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像她一样，在舞台上唱歌这样。之后很不可思议是，竟然出道后我还可以写歌给阿玲姐唱，像《幸福太短》啊，《挚友》。对，写了很多首歌。刚刚在看你们舞台，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不好唱，然后你们的和声很佩服，那个高音跟那个整个转折。好听，谢谢。我觉得这首歌信息量太低了，只有2段非常简单的歌词，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舞台是略让我失望的。对于这种作品的改编呢，天赐的舞台上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在里面加 rap， 比如说像鹤野去做过这种 mash up， 但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挺遗憾的。就是这些能够扩充信息量的东西一点没有，所以就成了一个很短的听2位歌手唱得很好的这么一个舞台。但其实2位歌手都不缺唱得很好的舞台，对吗？
这首歌放在2个人的作品里面，那一定是平庸的。其实没有，就是我其实跟梁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因为这首歌确实它的信息量极少，对，所以说王子是这么你别救了他，你不用救了他，我帮你讲，我完全不同意刚才梁元说的所有的话，啊，我完全不同意，不想听你讲，我帮你怼他，叫瑞平梁元。天赐是一个可以锐评的舞台，你先冷静一下，然后再锐评我，好吧？锐评建营团，太好了，我终于看到了这一天。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确实它的段落感是比较少的，可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原因是因为有阿令姐啊，就像你知道我来自广东，我们广东人最重要吃饭就是要讲食材的厉害，我们广东人很清淡，因为我们觉得食材厉害就行了。阿令姐来我了还要啥自行车呢？阿令姐声音是有 groove 的。就是他需要在编吗？我觉得不需要，他的声音里面就像加农炮一样，我就完事了。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听起来就很爽了。我觉得爽一趟就好了呀。我也是站在黄子的那边的。瑞平，打架。我觉得2个人声音就是一种化学反应，它不需要增加一些什么东西或干嘛才能增加这首歌要怎么样精彩法。我们不要吵，我们先听听看那个无伴奏的人声。可能我没见过你说的那片海，可能你说的爱是假的，不存在。我不知道怎么了，我还在期待能和你有未来。你怎么忘了你先说的爱我？抽屉里放着你送的音乐盒，是不是快乐全被你带走了？还是习惯孤独一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很棒？所以我一开始其实蛮担心王子的声音会比较像他本来的那个角色，就很小哥哥的感觉。但后面我觉得他能镇得住阿令姐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还是非常惊喜的，对不对？尤其那一个和声的那个，还是习惯孤独一个人的生活，那一段真的进得太准了。太棒了，谢谢，没有。我必须要补充2句。其实这个舞台为什么要加的那么复杂呢？我们是不是就忽略这个节目的含义？我们叫做天赐的声音。所以2位今天不说把伴奏抛去，就刚才这一段的2个人的和声，就已经是天赐的声音了。谢谢。其实我提的这个意见呢，跟2人的唱没关系，主要是一个编配上的意见。我们去看这个歌词，这个歌不是一个大歌。那如果我们不在里面加信息量，也能展示2位的唱功。这个歌可以做得小一点，声音离你更近，就像刚才亮颖和小唐的那种演绎，把一个歌可以做得更动人、更婉转，这也是一种做音乐的思路。我另外跟大家说，我是很享受大家的批评的啊，尤其是他们4个特别爽。谢谢。所以我们要把掌声送给梁元老师，谢谢，更要送给黄子弘凡，送给阿令，谢谢你，谢谢阿令。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源、王鹤晔，加油！我们这一期选择的歌就正如我们现在的状态，我很快乐。我觉得这首歌更像一种解压方式，它的写曲的手法其实是很直接的。歌词虽说是我很快乐，其实演唱者好像并没有那么快乐，但他要假装快乐。这个歌我觉得通篇都是很倔强的，其实也正符合咱们现在的心境。对，很多时候我们强颜欢笑，在我们生活里都有挺多嘴硬的时候。其实，在工作上我不太会嘴硬，就是我会一五一十，有事情解决事情，怎么样。但是其实跟哥们儿玩的时候会嘴硬，就比如说去玩打球啊，或者是有一些竞技类的，就明知道打不过，但是就是嘴硬。
不管怎么样，输了就是不服。我觉得人一定要有韧性，有的时候其实就是需要物理上的一些辅助。比如说我打台球，其实我的注意力全在台球上，渐渐的我就忘了那些不开心的事。是，我就有时候真去飙一飙歌，就飙那种飙不上去的，飙林俊杰，这个我觉得挺爽。反正就嚎呗，嚎完其实就没那么多压力了。对，就像这首歌歌词是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真的很严重的事情，变成了就只是一首歌就能解决的事情，唱过了就过了。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好难啊，是高。其实这首歌它的演唱难度就是在于拉扯、心口不一、挺撕扯的情绪，它不是那种，也不是那种，它是那种，你懂吗？就是我要把劲儿释放出来，但是我又得闷在心里面那种很纠结、很撕扯的感觉。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不过。其实这个曲子唱起来还挺爽的，我希望这首歌能感染到大家，能帮大家从不快乐的状态走出来，我觉得就很好。天生好水，敬天赐好声。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能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总是流落，落下负一层比错，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做有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总是流露，落下负一层比错，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沉重，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烧掉你写的信，忘掉你喜欢的歌，绑住我的眼睛，眼泪掉不下来，我还是很快乐。好听啊！好听啊！
其实来天赐的声音之前，我对王源的印象其实是没有那么清晰的。但来之后，我才发现，我说哇，现在的弟弟肚子里很有货，好像在这个人生中啊，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一样啊，非常的有货。我原本以为他是一个比较少年感、比较青涩的状态，但是我发现这个人真的很睿智，所以我很欣赏他。因为唱歌也很多年，其实之前也试过很多种唱的方式。来天赐之后，跟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其实是会帮助自己进步，帮助自己成长。对，这首歌叫《我很快乐》，所以我想问一下，二位对于快乐的理解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事情，不管是音乐也好啊，自己的其他爱好也好，我觉得在路上永远是最快乐的。前段时间刚发了自己制作、自己作曲的一个专辑，这个专辑叫《燕》。我特别想用这张专辑来证明自己，因为即使他没有人听，当然了也有人听，啊，即使他没有人听，我也觉得我在这个专辑里我是很厉害的，所以这一刻我非常非常快乐。我现在觉得对我来说，很多快乐就是可以实现的小确幸，就叫做快乐。比如说，因为这段时间很忙，因为我最近自己开始管的事情越来越多，在工作上面，其实每天吸收着来自我的听众的爱，来自天赐的各位的这个跟大家交流收获的经验，然后每一个星期的练歌、唱歌、表演，让我站在舞台上更坚定，离我的听众们越来越近，离我自己内心的想要做的事情越来越近。我觉得这个阶段都很快乐。这首歌我之前听的版本是女生唱的，刘惜君老师。那在这一版呢，我听到了2个男人的倔强，就2个人在互相说：“你不要小看我，我一定不会难过。”然后我觉得2个人都有2个人的表达方式，而且特别的贴合这首歌，而且我很喜欢这种男人的倔强。我觉得在听到王源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也感受到他的一些强悍。然后也听到鹤野的温柔感，就是在告诉对方说，其实强我们也可以很温柔。就是听到这样子的声音，我觉得很喜欢。这首歌今天我觉得真的好适合男生啊，而且很适合媛儿这个年纪的男生，就觉得又心疼，然后又觉得很可爱，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一个男孩到男人的中间的一个经历，你就会很明白，哇，这个时候这个唱法、这个音色、这个方式是刚刚好的，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觉到很开心，对。其实原来一直以来，王鹤野的主歌是他的短板来着，但是现在他的主歌竟然让他修炼得如此的完整和完美，就是那个代入感非常好，所以我也特别期待听鹤野的专辑。送哥一张，好吧？好。我觉得王源这首歌，今天你的音色的位置非常棒。我觉得从今天开始，你还努力的多唱歌，然后到你真的有一定年长的一些积累之后，你还会依然保持着今天这一个音色，然后你的历练、你的所有的风格都会去附加于你的音色的一些状态，所以你会越来越棒，也会期待这一天。还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据我所知啊，就王源是在录完节目之后，还会在酒店里面练通宵歌的人。我会觉得他很努力，好，加油！唱完歌晚上回去唱通宵。因为唱我想唱好嘛，所以就补课加练，反正。台下练歌，一张嘴，呀，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啊。我这一次其实你唱这首歌，我有稍微变一点音色，因为我今天气会比以前多一点。我以前的声音可能是，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我会就是共鸣会挂高一点，那今天可能就是，你不要你不要小看我。你这样处理会好很多，因为很细腻。我以我的专业角度去看，就有很多歌你不用一定要追求那种很大很硬，因为你现在才是你真正的颜色。我会这样觉得，希望你可以去吸收更多好的东西。好的，谢谢老师。加油！变音色。接下来就要邀请我们5位建音团的老师现场合议，给予本轮的待定金曲的结果，有请。
在这个空闲的时间，我向大家宣传一下我的新专辑啊。我新专辑叫《燕》，然后希望大家去听一下，谢谢。那我也宣传一下我新专辑啊。我的新专辑还没出，但快了，但快了。可爱。音乐购燃，滋补要先，开盖释放鲜活力。东阳光鲜虫草能量时刻，有请剑音团揭晓待定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意，本轮的待定金曲为黄宏凡、阿令忘了。恭喜黄宏凡，恭喜阿令，也要谢谢王源，谢谢贺野。每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让我们一起加油吧！接下来来到我们最后一轮的竞演了，让我们欢迎李玖哲 Mika， 加油！开心可以终于来到天赐的声音。其实我已经想唱这好几年了，终于轮到我，我非常的开心。这个就是天赐的安排，我相信，非常谢谢你们。你有没有听过一个 R&B 歌手叫李玖哲？没有吗？对你没有？没有吗？对，我就觉得我跟你聊。你喜欢他的哪首？对不起，对不起。我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夏天》。Oh my God！ 是你的中文名吗？刚刚你说的是？哎，你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我的妈呀，这是你的中文名。是啊。不好意思，我们可以换个没有。我觉得玖哲老师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我感觉我已经认识他了好几年。他知道 Nicky Lee 是谁，但是对，可是我也理解啊，对，我也是有一些那个中文的困扰啊。好，我们开始吧。今天应该是我天赐的声音的第5个舞台。我以前会紧张，但今天我完全不紧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舞台的感受已经是挺习惯了，而且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唱的《夏天》那首歌挺适合我自己的声音。夏天这歌是我特别喜欢的，是因为周杰伦帮我写的一首歌。好几年前，我们一起去唱歌，还蛮紧张的，因为是周董坐我旁边，他跟我说他很喜欢我的声音，然后我就开口周董，你能不能帮我写一首？他说可以哦，给我2个礼拜，差不多10天11天，夏天就来了。我听到了他的 demo， 我就傻眼了。这个歌真的很好听，我一定要弄好，我一定要唱好。我练了好几个月，我就进到录音室录了这首歌，我听给周董，然后他就说，不错，很好听。我真的是感谢周董，就是给我很大的，每个夏天就让我很快乐。对，那个，你看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树，也有椅子啊，真的来到海滩一样的感觉。对，有那个夏天的感觉。但是我唱这首歌，你就是跟一个男生一起唱，你觉得有点奇怪，对吧？有一点尴尬。我看你的眼神啊，这首歌是我平常给女生唱的，但是这次在舞台上也不太敢看她。对，但是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可以加入一个女生，哇，这个画面一定会更精彩。来了。透心凉，新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优酷、腾讯视频、哔哩哔哩、Z 世界、爱奇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本期节目在微博发起了天赐的声音观后感点评活动，上微博搜索话题“天赐的声音观后感”，发表你的舞台观后感，就有可能被官方翻牌，赢取嘉宾签名照，更有1000元奖金等你瓜分。春雨后，太阳缓缓地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很燃晒你是手。地上的飞针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发黑时候射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开阔。我会小心呵护守候，下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3秒后会梦见我，载着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嘴，模样双眼不住这的线。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结尾，让我了解爱原来可以那么简单点缀。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午夜，我回忆画面有你情节。地上的风声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想牵起我，紧紧牵你的手，浪漫地抱着你，看着日落。怕的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下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3秒后会梦见我，载着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零嘴，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整个夏天融化了整个季节，一天一天把你定格在结尾，让我了解爱原来可以那么简单点缀。看窗外的蓝天，在这个午夜，我回忆画面有你情节。哇，这个夏天姚小棠好忙啊，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出现了？因为我听说他们要有夏天这个舞台嘛，然后我就突然收到了这个邀约，然后我想了一下，《夏天》这首歌吧，两个大男人真的唱不出什么。大男人唱夏天，少点啥夏天就是吗对，然后所以我来了。我们2个帅哥唱这首歌，唱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点点小尴尬。哦，有点尴尬哦。对，就因为就平常是唱给女生听啊，或是对，然后我就唱的时候我就看 Mika， 然后也不知道看他的眼睛还是要对，然后就小小尴尬。但是我就觉得，哎，如果我们可以加入一个美女，哦，多好
哇，这就不尴尬了。小唐我们就邀请他，然后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很荣幸又多了一个舞台呢。天哪！但是九哲，你看那边都是美女，美女，你们会啊？没有他。我比较闲，抢答了是吧？都是美女，对。米卡什么感受？3个人合作舞台，说一说。妈呀，我觉得特别开心。前2年唱过他的歌，想太多。哦，一起唱吧。可以啊，可以啊。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多，我也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理由。哎呦，你唱得很好，很棒，谢谢谢谢谢谢。很好，他的 R&B 真的很棒。其实很多人会唱，我随便点。我觉得他们都会吧。雨安你会唱吗？我何止会唱，对。哎呦，我当时在我们上一个节目相遇的时候，我就这么给九哲唱的，他居然没有发现什么端倪。嗯？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九哲，你现在发现什么端倪了吗？就是。你的脸一直想太多，是我想太多。远哥，你以为你在模仿，人家把你当小丑。我当时我以为我模仿的非常像，你是刚刚模仿我。哦，你看他真的不知道。哦呦，我都不知道，对不起，模仿的还可以了，还不错。你也挺会安慰人的。我特别开心。第一次感觉到这么开心的一个舞台在天赐上，而且有非常多的色彩。然后这次就感觉心情会突然就亮了。然后我特别喜欢就是米卡的声音，你现在不仅有 R&B 的那个味道，还有你自带 Auto Tune， 我感觉直接带电音。带电。因为我喜欢用我的鼻子，然后 combine 我七声。对，所以你找到了一个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不对？谢谢。哎，亮颖这次把自己的搭档放出去了哈。那不是我放上去的呀，是被他们俩拐跑的呀。哦，硬抢走了。嗯，就当然谁不想和小唐环游世界呢？哎呀，这2个男人都没有上车，后来。对，因为他最终选择的是我呀，这一期他是跟我唱呀。原来如此啊！我虽然知道小唐要上去，但我不知道上去干嘛。我就看他那个步伐，小步伐过去的时候，头发一撩的那个样子。哇！我当时我的心里我就不看他们俩了，他们俩已经出局了。哎，我们可以走了。对，可以走。这小唐一出现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整首歌3个人的搭配的和声其实比2个人要复杂很多。除了互相配合，还要互相让出一个刚好合适的一个比例，再加上我觉得表演，大家瞬间带到了一个情景剧里面，这个舞台看得非常开心。九哲歌，我国中就开始听他的歌曲，然后接下来一首是《围墙》，你知道吗？是有所谓，我不所谓，也不能改变。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会在围墙里面。然后他在我的创作路程中也影响我很多很多。然后对，今天很开心又可以再见到他。这个作品其实对于九哲来说是非常舒适的，因为是自己的作品，而且九哲从出道以来就是被冠以这种唱将的身份。我想重点讲一下米卡哈，因为今天整个舞台的布置就是好像让米卡回到了老家的感觉，是吧？有点夏威夷的感觉，对不对？对，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树，然后这个沙滩的椅子，我觉得会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是真的在晒太阳的过程。对，所以就是因为这个舞台设置，让你有了那种归属感。所以其实你看，你在天赐应该是第4个舞台了吧？第5个。第5个了。对。你的进步也是非常明显的。从最早的我们，第一次见你，到后面到今天这个舞台，你非常非常的松弛，而且今天我能彻底的感觉到你在享受这个舞台。
特别好，米卡。谢谢。太棒了！我觉得看到这个作品，我觉得我已经忘记我是坐在这里建音团要去干嘛。我觉得整个就是享受过程，只要这一句。整个夏天要带你环游世界，你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不会跟着唱或者不会动起来，就那一个整个 groove 跟 vibe 是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所以谢谢这个舞台，谢谢3位。我一开始觉得这个节目应该是2个人在荒岛。然后谁知道哦，原来小唐加入之后，让这件事情变得OK 是在海边，那是在享受阳光跟音乐的感觉。OK， 非常棒，非常棒，谢谢，太棒了，谢谢老师，谢谢。好，再把掌声送给3位，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让我们欢迎张碧晨、周兴哲，加油！一首好歌，一口美味，老板研系厨房，享受松弛一刻，慢下来，遇见新灵感。来聊一聊这一次的创作吧。这是第一次来到天赐，对不对？是的。所以这次是跟谁搭呢？是跟张碧晨合作的是《孤单心事》，编曲是由我负责啊，很浪漫的一个编曲，很揪心的感觉。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孤单心事，它是台剧偶像剧《终极一班》的 OST。我知道当时在2005年特别的火。这首歌表达，我觉得它是一种暗恋，喜欢对方，然后把你所有的想象，你说不出来，所以你把它唱出来。第一次听到这个歌就觉得哇，它很好听，然后它的副歌也非常洗脑。如果在编曲，然后在整个男女对唱，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有记忆点、好听的歌。好久没见了，21年，对我们4年没见面了。对，真的时间过很快。大家都对他的歌都很了解了，而且我觉得他很奇妙的一点是，他明明是一个阳光大男孩，但是总写那种很痛的歌。Eric，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制作人，他自己有非常多很优秀的作品。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以后别做朋友。我觉得他写的歌就是很有他自己的表达跟自己的特点，然后歌词又非常戳心，很痛。那孤单心事，你觉得你怎么理解这首歌曲？他在讲的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情感里面都会经历的一个层面，就是你对对方付出很多，你愿意去为他做很多，但是你很期许对方给你一些回馈，一些爱的回应，但可能确实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能给你那么多，或者说就没有。对，这首歌表面意思是暗恋，也有一种情感里面的不平衡，大家总会在人生的阶段去遇到不同的人，去经历不一样的关系跟情感。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你的想法落空的时候，你也会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我们现在是这样，前面太长了，他就站中间唱，你把这个声调给我叫下去，你先把我放下去，就是咱们得后面才能相聚，前面稍微声痛一点。这首歌虽然它是一首很孤单的歌，一首很伤心的歌，但我还希望它能最后的最后，在这个舞台上，至少它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让大家最后能够会心一笑。雨下在我窗前，玻璃也在流眼泪，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用寂寞来测验，还是最想要你陪。曾一起走过的夏天，我常常会梦见。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思念写成脸上的黑眼圈，有的时候我宁愿
像我们的永远。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喜欢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我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一点特别？就怕你终究没发现，我还在你身边。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思念写成脸上的黑眼圈。有的时候我宁愿你对我坏一点，无法停止幻想我们的永远。爱你是孤单的心事，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只能像一朵向日葵，在夜里默默的坚持。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多希望你对我诚实，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欢迎周兴哲第一次来到《天赐的声音》。大家好，对，好开心，终于来了，终于来了，是期待很久了吗？对，期待很久。这首歌《孤单的心事》，像我理解，我觉得它是一种暗恋。然后往往你在暗恋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想象，很多的不敢说。然后这首歌就是说不出来，然后我这样唱出来给你听。所以接下来我不禁要问一下二位，你们暗恋的经历是？有的，谁没暗恋过啊？哎呀，青春懵懂期。那个时候我的教室在2层，然后正对着操场，然后每次大课间的时候，他都会在底下打篮球。哎呦，运动少女。对，然后我每次都扒着窗户看。哦。因为当时他可以灌篮，我没有见过活人可以灌篮，你知道吗？然后我一下子就我天，太帅了，我的天。那倒也是。对。我觉得常常男生会犯一个错，就是他会跟那个女生当好朋友，然后等到可能2、3年我才表白，然后对方就说：“哦，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朋友。”然后就整个被打击，然后就写了：“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所以那时候就初恋那种受伤，然后开始写歌，对对对。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一个女生，所以我就觉得哇，还是用。我可以唱歌给她听，也许她会喜欢我。然后那时候她住2楼，所以我就去她的家，然后就像 Romeo and Juliet， 我拿了石头，然后就
然后他出现了，我那个时候超紧张的，然后我就开始唱歌给他听，我闭着眼睛因为我也不敢看他，害羞。对，然后就开始唱。You are so beautiful to me, can't you see? 哪个女生听到这个会不心动呢？然后我就看着2楼。然后呢？然后呢？是他的爸爸才站在那边。你谁啊？走开！然后我就偷偷摸摸的离开，我就后来就不敢靠近他，我就很。哎，你现在的家庭地位方便你这样讲吗？哎呀，好像不方便，这个全部剪掉，我没有这些故事了。我觉得姐姐这几集真的变化好大呀，她好像一张嘴我就难受了，有那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了啊。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听艾瑞哥的 live， 其实咱俩合作过。我知道，我帮你写一首歌。对，我当时觉得哇，周兴哲帮我写歌了，我就好起来了那种感觉。而且这歌编的层次也很棒，就是完全没有出戏的感觉，而且很带入各种的，我很喜欢。谢谢。我首先想说，就是2位的唱真的是太美了。一开始我看辛哲一个人站中间的时候，哇，这也是天赐的舞台上面好像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就先把一个人撂那儿，真的是看起来挺孤单的。然后到碧晨的和声开始出现，从先听见声音，然后再看到人，这个过程的设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唯美。或到后面整个歌的后半段，情绪起来之后，再配合灯光老师的这个灯光，那个感觉就像是2个不在同一个时空的人，然后突然之间又可以连接到彼此，穿越过距离，然后又触碰到心里思念的那一个人，就那一瞬间太美好了。整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唯美的一个爱情故事。当然，此刻，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表达自己个人感受的？来，举个手，我们导演随机，有请。我是一名在上海工作的广告人，今天非常幸运可以在自己生日这一天听到这么好的一个表演。生日快乐！哎呦，谢谢。生日快乐！ 2位老师的表演都非常的精彩，但是那个周兴哲老师你唱的那句"爱你是孤单的心事"让我特别的有体会，因为大概10年前，当时我特别喜欢我们班的语文课代表，我对他的暗恋大概持续了3年，在毕业的时候，我模仿当时特别火热的一个电影叫《情书》，我就把想说的话写在了书签的背面，放在了书里送给他。但是他一直没有任何的回应，直到10年后，我们碰巧又遇见了。他说他其实这些年一直带着那本书，当他把书拿出来，我看到书名的那一刻，我非常的感慨，因为那本书叫《追忆似水年华》。那一刻，我觉得不管暗恋的结局如何，我青春所有的情绪都得到了一个回应。没有遗憾，人生也是遗憾吧。让所有孤单的心事留在特定的那个时段，或许就是最好的一个结局。谢谢，谢谢你，谢谢你的分享。我只要听到艾瑞哥唱到那个副歌，爱你是孤单的心事，我就问这首歌是您是原唱吗？他们说啊，不是啊 ，no 好，那就太像是你的作品的感觉，就传声很棒啊。然后我会听到碧晨他的咬字很大的不一样，那我听到你开口的第一颗音开始，我会觉得是 OK 的，是非常棒，尤其舞台设计也非常美，非常厉害，看得出非常努力，非常用心，叫。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周兴哲唱现场，然后确实大开眼界。周兴哲的演唱，他是那种80、90年代那些华乐坛的黄金年代的质感。但是它又有新的一些的 R&B 的音色跟转音的技巧，非常的稳定，所以我觉得很厉害。谢谢。好了，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建音团的时刻了，要在最后一轮2首歌之间选择一首成为本轮的待定金曲。
透心凉，心飞扬，活出你的爽，雪碧酷爽时刻。刷新自己，要爽就爽透。有请声音鉴赏团现场合议公布结果。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决定，本轮待定金曲为张碧晨、周兴哲《孤单心事》。恭喜碧晨，恭喜兴哲，谢谢。哇，刚刚舞台真是爽翻了。是啊，我感觉你的中文都爽透了。从翻唱到原创，从老外到补间外，再多刷新几次都没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还能再爽一点？来，让我们来一瓶清爽柠檬味的雪碧，让爽变更爽。酷爽舞台，一起加油！接下来，我们有请盲盒歌手登场。假如离开是为了对你的成全，还是今生的纪念？你的依赖是未来最痛的遗憾，还贪恋着昨天。还记得他说的，你幸福就好，不要再牵挂。还记得你讲过，还要忘记吗？清澈第一天，还是弃暗投明的时刻，爱到我想自以为适合，遗憾以后才妥协，只剩一个陪你的过客。好好听啊！主持人好，大家好，老师们好，我是邹佩佩。刚刚声音非常好听啊，也非常的治愈。我想问一下，你本身是一个职业的音乐人吗？不是，我其实大学学的是广告学专业。哦，跟音乐没啥关系。对，然后毕业就在广告公司上班的。第一首歌是在公司那个高层没有人会去的货梯间里录的。货梯间里。对，因为我怕同事过去，我有点尴尬，就是在高层那个只有阿姨会去的地方录。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国内很资深的 A&R， 他当时在做的一张专辑里收了我一首歌，然后从那之后才慢慢的辞掉了广告公司的工作，准备做一个全职的词曲人了。其实说到邹佩佩，她跟天赐的缘分不是今天才有的，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曾经演绎过她创作的歌，那首歌叫做《梦忆》，对吗？你能现场再给我们清唱一下，回味一下吗？来，舞台交给佩佩。暧昧一场热恋未满的情节，整日的幻想正与现实无限的交叠，那些出发之明细那并不是错觉，你在我眼前吻着我在日落里面。过客这首歌跟我有点渊源啊，有点缘分。什么缘分？这个歌差点就进了我的专辑里。
其实这首歌是我一个好兄弟写的，然后他就发给我。当时那个 demo 就是佩佩唱的，我当时特别珍惜，我觉得这歌无论如何都由我来唱。然后我就在棚里大概磨了1个下午，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点老母猪拱白菜地那个感觉。那是啥？对，就是实在是唱不出来那个味道，到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然后希望接下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和你在台上玩一个，谢谢。绝对可以的，老师。我有一首歌也是佩佩词曲的，对，那首歌叫做《忙着失恋》，对。哎，我的歌迷知道的哈，我就是听了他唱的那个 demo 才选了这首歌，对。谢谢远哥。佩佩作为一个创作者，我觉得就是你从这个行业外来到这个行业内，其实你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这里，其实还是要给你一些小的意见，因为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重要的东西是做你自己，而不是模仿别人。我会在你的身上看到一些我们现在很红的歌手的影子。这个话不对，那很红的歌手曾经也都身上有更红的，就是更前辈的歌手的影子，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对吧？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应该是你在未来要去注意的东西。你的创作很好，你有更好的律动，你也有很好的声线，并且你的创作风格可以很丰富，要更有勇气的做你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好了，谢谢，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佩佩，谢谢你的到来。此刻我们要邀请每一位音乐合伙人来到舞台上，共同见证本期推荐金曲的诞生。有请5位剑音团老师现场合影，给予结果。不会是我们吧？好紧张。有请。经声音现场团一致合意，我宣布，本期的推荐金曲为《这条小鱼在乎》。恭喜张靓颖，恭喜姚小棠，恭喜靓颖，恭喜小棠。东阳光鲜虫草甄选时刻，本期呢我们已经达成了100分的能量累计，成功解锁本期的公益拼图。请继续关注我们天赐的声音和东阳光鲜虫草官方账号，以及去东阳光鲜虫草品牌门店线下打卡了解详情，积极助力每一份天赐先生都是一份滋养，一起期待梦想绽放的那一刻。有请2位。2位帮我们拼上这个公益拼图。当然，我们还是要为明天的莘莘学子跟他们一起说声加油，好不好？来，让我们祝福高考的学子，3、2、1，加油！谢谢各位，让我们下期继续不见不散。欢迎一下我们回归的音乐合伙人海蓝木、王铮亮，欢迎音乐人陈丽、贤子、王维一，欢迎。你喜欢的人是我，你怎么可以喜欢别人？你喜欢的人是我，不准喜欢别个。陪你去看流星雨。